恭喜啊！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月的好朋友，我叫侯爵。今天呢，我是代表黄月的50多个前男友，我们的前男友团来给黄月送上新婚祝福。这是谁呀？不知道呀，怎么胡说八道啊？你见过他吗？黄月我们都相处了很久，都知道黄月是一个对感情特别专一的人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是一个对欲望没有满足的人。你给他爱，他跟你要钱；你给他钱，他跟你要空间；你给他空间，他跟你要自由；你给他自由，他让你浪漫。你听我说啊，但是今天啊，那个小泉啊，虽然是你结婚，但是我的心里比你还高兴。我要替大家感谢你，为社会铲除这颗毒瘤。那个，今天我不是空手而来啊，我也是带着你们的新婚礼物来的。你看，大钻戒，就是你买不起的那一张，这个是我们50多个前男友出钱给你买的。收着啊，请你收下。最后，我献给大家一首歌，听我唱完。春天在哪里？哩哩哩哩哩哩哩。过分了，我说。过分了，你干嘛呢？我让不要看。哎，你这怎么就说实话呢？站住！侯爵，你这个混蛋！出头！咱们也真够巧的啊，刚好把车就停在酒店后门。哎，幸运，不是巧，是我提前做好了功课。是吗？专业。我大表姐就是神机妙算啊。是吗？哎呦，这，等会儿，你那戒指不会真给那黄月了吧？我给他了，我现在接到手里的。哎呀，这气死我了！你这钱可以省的吗？神经病啊！我看到他那个表情，哎呦，我这心里啊，别提多爽了，太刺激了。那倒是，舒服。今天我要把它命名为最有意义的一天。老师今天给你100分，绝对有意义。他俩今天晚上我估计啊，应该操办离婚的事宜了。哎，你歌唱的不错啊。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哎，春天在那小小柳的眼这里，这里有红花呀，这里有绿草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。哩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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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。你先出去吧，我自己来。好，谢谢。快换衣服吧，要去敬酒了。你俩什么关系啊？好吧，我承认我们两个确实是好过，但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，早就过去了，以后也没可能了。
这事儿还没过去呢，黄月。本来我父母就不同意咱俩这么快结婚，今天你这个什么前男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我，你今天必须得把话说清楚。你俩到底还有没有关系？不然我没法向父母还有这么多亲朋好友交代。他就是个疯子，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怎么会来这儿闹这么一出，而且我们两个早就结束了，我父母家人全都来了。如果我不是真心的，我会和你结婚吗？他今天能这么闹，说明心里还有你。你觉得他今天这样的表现，还有哪个女孩敢跟他在一起啊？李叔啊，大鹏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李叔，你有电梯，你干嘛爬楼梯啊？锻炼锻炼。哎，这刚装的门怎么就拆了呀？嗨，一言难尽。叔，进屋说吧。好。辛苦了。好嘞。叔，您是我们的介绍人，我也就不瞒着您了。我和11分手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聚少离多？他把你的门给封上了，该不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吧？不，李叔，绝对没有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11和他的一个客户好上了，在大街上被我撞见了。那细节我就不多说了，你懂的。看这丫头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呐。我也那么想的，所以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。结果被他骗得死死的。他说要工作，没时间陪我。这下我算明白了。结果他把时间都给了他那个客户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那他装防盗门封你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觉着吧，他可能是恨我把他们给撞上了。哎呀，财神爷保佑啊，保佑啊，保佑今天比昨天好，这个月比上个月好啊，八方来财，招财进宝。哎，保佑啊！摇起来！私人珍藏面来喽！老板，你的面。日子过不过了？你要反天啊？这么多肉，够3碗面了，你给我吃？你有病吧？不晓得，这个牛肉啊是昨天剩下的，不是很新鲜，卖给客人肯定不行噻，所以就给你吃了。这对啊，这。刚才你有没有看过就飘过一只花大姐？啊，花大姐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花大姐？老板，活放妖孽。怎么样？我今天是不是哪里不太一样？是不是非常的时尚？时尚，你真的太时尚了。您是哪位啊？哎呀，老板，我都来1个多月了，我是娃娃，你怎么可能不记得？是，你是花娃娃呀？看来你这是怎么的？把天哥面粉和调料都偷了，往脸上糊了？这哪能这么说我呀？前2天吧，我小姐妹带我去了个超棒的10元店，我走进去一看，哇，这么多好东西，然后我就咔咔一顿买嘛。然后这不今天就全招呼上了吗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娃娃，我呢给你10分钟，赶紧把你脸上这些调料都卸掉。我说这一上午怎么没有客人呢？赶紧10分钟。讨厌，怎么不懂欣赏呢？你这个人真是。喂，第17次相亲 ，Game Over。这么快啊？这次是为什么？别提了，一下子也说不清楚。你那边怎么样啊？消停了吗？没。昨天晚上做了1晚上熨衣服的梦，把我累坏了。醒了，我一直在想到底为什么，现在明白了。我这客户啊，太闹腾。我一直想着怎么熨平他。这
这么难搞定啊？我下午去找你一趟，做个客户回访，帮你烫平它。师爷，我中午要吃海鲜炒饭。不说了，挂了啊。海星，一份大份的海鲜炒饭，多加肉粒，再来一份烫青菜。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回去。是不是又背着我说我坏话呢？说，你倒挺诚实啊。都说什么了？我听听。说你不好好锻炼，偷听别人打电话。哎，师爷，我问你啊，不会，但是也会。什么就不会？我问了吗？你不就是想问我会不会跟进去吗？现在不会。如果里面发生情况，我会进去。哎，老板，你这吃面怎么不配蒜啊？这基本蒜白干。来，给你包着。吃面不配上蒜，客人怎么办？我们搞服务业的，你得算是怎么招呼客人。你这个觉悟不行，得提高啊！赶紧跟天哥学习学习，你这个意识特别不到位。现在，那行吧，那要这样的话，就把这蒜留到晚上当宵夜吧。反正我买的多，10斤呢。10斤？你有病吗？蒜买那么多干嘛呀？老板，你别着急嘛，我就是遇上一老乡，他非要卖我蒜，10斤蒜，你猜他收我多少钱多少钱？2块。这个还行啊，深藏不露啊！我是不是很表扬厉害？表扬是的。我早就把这星巴克当成我自己家了。这话我特别爱听，你看呢？以后星巴克就是你的家，以后星巴克就是你的战场。好的，老板。为了让我在这个战场更好的战斗，能不能匀一间房给我住一住？现在这外边这房租啊太贵了，我真的有点扛不住啊，老板。那不行。你知道为什么叫星巴克吗？给你1间房啊，就得叫星6克了。4间房，1间房住2个人，加起来就是8个人。我叫什么呀？啊，海星开的店，所以这个叫做星巴克啊！老板，你太有才了！谢周你把你面粉卸掉，付工资啦。好了，干干净净的啊，弄的，小女孩朴素点。海星来了，这身衣服不错啊。把这个数啊，数据啊，马大帅，哎，你又来送外卖啊？哎呀，侯大公子嘴太刁，得伺候他。不伺候没办法呀。Hello， 问一下侯爵侯总办公室在哪里啊？从这儿拐过去直走，门牌上什么都没写，那个就是。您有预约吗？我有预约，谢谢。好漂亮，对呀，好有气质啊。你好，
我是神鹰安保公司钱小燕，我来做客户回访。哦，你好，请坐。谢谢。您就是侯爵侯总啊？您吃饭了吗？要不先吃点东西吧？没关系，我不饿，谢谢。这我自己做的海星炒饭，挺好吃的。侯总平时他自己做一些吃的。对，这健康嘛。但它里边没有海星啊，它就是名字叫这个，挺不错的。你尝尝，味道真的不错。真的不用了，谢谢。侯总真是年轻有为啊。看您这，真的是特别有设计师的气质。真的吗？有这种感觉。那您也是做保镖的哈？我是教官，不出外勤的。领导，那真是认真负责。我今天来呢是想问一下侯总，关于51工作您是否满意？满意，很满意。因为我大表，应该大力的表扬51。你看他首先形象好，对吧？然后身手好，车开的也不错，认真负责，还出现的很及时。反正我就觉得特别的好，真的。那您真这么认为？是，反正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都想终生雇佣他了。侯爵先生，非常感谢，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，谢谢。没有，我应该感谢您。你看，像您这样认真负责的教官，才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保镖。谢谢。那个像你们做女保镖的，形象要求都这么高吗？形象就是形象好。约会呢？钱钱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来啦？是叶。这谁呀？侯爵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教官钱小燕。侯爵先生你好。你好。我是来做客户回访的。听说你对51的工作非常的认可。认可？谁说认可了？如果我没有理解错，这位先生说您对51的工作非常的满意。你认可啊？就挺好的嘛，大表姐，非常好。不是应该听我的意见吗？那终身雇佣呢？终身雇佣，你想坑死我是吧？就有点误会。这位先生是我儿子。他儿子未来的干爹，他海星，我叫海星。你好。你好，侯杰先生，您对51有这么大的意见，我能问一下什么原因吗？那原因可太多了原因我跟你讲，首先这个人他不听指挥，他整天跟着我，寸步不离。我让他跟着我，他跟着我；我不让他跟着我，他非跟着我。你说来气不来气还有他老在背后打我小报告，我特别接受不了。24小时跟着你，侯杰先生，这个是51工作的分内职责。还有这个人他总是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对我提出一些批评和教育。你说，你对你客户提什么批评教育？哪有教育客户的呀？您看这样行不行？以后呢，您有什么要沟通的，您有意见或者建议都跟我说，我尽可能的帮您协调，你看可以吗？能投诉是吧？是的。那说明你们还是一个正规的公司，那我就投诉他。希望你们回去能对他加强教育，好好管理也希望他能自己反省到、认识到错误，好好改正，好吧？好的，加个微信吧，方便沟通。你看，加微信了。我加人微信干嘛？不好，不方便吧？要不那个那我转给你，我转给他，他没带手机是吧？那我就先扫。
三生名字挺不错的，我会转给他的，谢谢。你们工作谈完了，是不是可以去吃饭了？那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再见。辛苦啊，回去好多加教育啊。回那么早，是不是喜欢人家？眼睛还掉出来了，没出息的样儿。不，老板还行。啊，你那小侯总的朋友，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没有，那人挺好的，而且很能干，自己开了一个餐厅民宿，挺努力的。哦，可能见着你比较紧张了吧？相亲怎么样？说说吧。别提了，这哥们儿经济条件好，长得也帅，应该能找到愿意嫁给他的人，但这个人一定不是我。你说你每次遇到的人问题好像都是不一样的，没文化不行，经济水平太低也不行，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？我真没有什么要求，有感觉就行。得，这最难了。炒咸了点儿。啊，拿个水果。啊，完了，完蛋了。谁完蛋了？我完蛋了。怎么了？我遭遇爱情了。你遭遇啥？就是他。怎么了？哎，你看看啊，这种，哎，我不敢相信。你看啊，人平时生活干嘛？没事就喂喂流浪猫，多有爱心。然后你看，运动，什么木杆打出300多码是多少米？挺远的，挺远。哎，你看这平时这，你看这穿着，你看这品味啊，身材、形象各方面，我觉得比大表姐还漂亮。哎，我觉得太完美了，完美，我的菜。那你不搭？这怎么不搭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根本就降不住这种的，我告诉你。什么叫降啊？女性是用来尊重的，仰望。而且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这找的是妻子的，就是她。海清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委婉的跟你说啊，我不打劲的跟你说啊，你没戏。就是她。可别看了。爱情的滋味，真甜，整个世界都甜了。没这心。我爸昨天又打电话找我要钱了，你知道他要多少钱吗？20万，20万，我上哪儿给他弄去？我每个月往家里交钱，我真不知道他们拿这些钱都干嘛了。你说我们那个地方那么小，物价那么低，他们要那么多钱干嘛呢？哎呀，你说咱俩真是同病相怜。你说我结婚要不找个经济条件好一点的，我真得被他们活活拖垮。那如果说有一个人特别爱你，对你特别好，就是经济条件不好呢？那我更不敢同意呀，我不能坑人家呀。亲情都这么不靠谱了，更何况爱情呢？
德琳达教授，谢谢您的关心。您应该也知道我回国的原因了，毕竟是父命难违啊。回来之后，我也感到极其失望。公司的设计理念和家父的性格一样，刻板又固执，缺乏创造力。整个公司找不到和我在同一理念的同事，个个都只会做应声虫。我深感悲哀。你看见了吗？确定是你的邮件？是。喂，安保部吗？我是51。好的，明白。安保部已经报警了。喂，好，马上过来。聊什么呢？啊！知道你们看见邮件截图了，我电脑被人黑了，邮件就是我写的，怎么了？该干嘛干嘛去！我已经让马勇去起草一份声明，正告全公司这次的邮件事件是一次彻彻底底的捏造和诽谤。你呢，也要配合发委篇声明，态度可以很愤怒，你要告诉全公司，这邮件不是你写的，它不是你的想法。我刚才已经在设计部说了，邮件就是我写的，就是我的真实想法。顾全大局4个字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？如果你不出面解释的话，你不仅会降低我在公司的威信，你还会让全公司的员工集体排斥你。那排斥我呗，那排斥我怎么办？反正我不道歉啊，我也不解释，那就是我的真实想法嘛。你的想法现在不重要，这些想法现在已经不在你的心里，在全公司人的心里，你必须要为此负责。我负什么责？负责不应该是黑我电脑的人负责吗？那是该警察管的事情。我倒要看看，你一个什么大事没做成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嘲笑别人？那你话不能这么说，你菜做的难吃，我还不能说厨子两句了。哎呀，我到底什么水平？一会儿开会，你看看我的报告就知道了啊！自己别瞎生气了啊！你吹吧你！喂，马勇，声明不用起草了。为什么呀？我说了不用就不用。海神8号这个项目我一直在跟啊，今天早上我刚刚把这个项目的方案做出来，给大家看一看，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啊。我希望跟你们能真诚的沟通。到底在搞什么呀，侯爵？我的设计方案也被黑我电脑的人给黑了。戏演够了没？我有什么好演戏的？散会。侯爵留下来。散会。今天就要送标书了，你居然把工作做成了这个样子，
你有没有拿工作当回事儿？我干嘛不把工作当回事？你今天瞧不起这个，明天瞧不起那个，你就是拿这个作为你的资本的吗？你是不相信我吗？我说了，我项目做好了呀！没人比我更愿意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。你是我爸，你为什么不能相信？拿什么来证明？我证明不了。我能证明。侯总，您看一下，小侯总昨天晚上一直工作到天亮，后来太累睡着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对不起，儿子，我错怪你了。那是应该的啊！我回去赶紧把项目复原了，争取赶上竞标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的方案肯定已经外泄了，没有任何的竞标价值了。那怎么办？我来想办法。何觉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听说你又跑去参加那个什么救援了，是吗？啊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去了吗？啊？如果说我早知道你这么不听我劝告，我可能雇的不是1个50亿，有可能是2个，或者说是3个。何娟，你是成年人了，你要学会换位思考。50亿，天为了保护你，他的神经是高度紧张的，工作量是巨大的。你觉得你这么做合适吗？要是嫌工作量太大，他可以不干呀。我又没想招保镖，对吧？你要是心里过不去，去跟安保公司签个协议，赔点钱，这事就完了吗？想让我停止救援吧，不可能。还有，我根本就不需要保镖。我需要。我需要他来保护你，明白吗？你是我儿子。你需要你留着吧。你先出去吧。侯总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。走吧。这警察刚调查完走。怎么说？他们说呀，这次黑客是以散播病毒的方式来进行入侵的，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的电脑上，而且就如友情提示说的那样，他没有对公司的电脑有任何的损伤。但是侯爵电脑里所有的信息，最重要的是他的设计方案，都保不住了。我猜到这个结果了。还有，现在方案都丢失了，咱们要不要退出这次竞标？当然不。这次项目虽然小，但是我更看重的是跟海城集团以后的合作。所以这次竞标咱们必须参加。
喂。休息会儿啊。啊？请你喝杯咖啡。喝咖啡啊？好啊。最近真查呢啊，请坐。便宜吗？那当然了。小何总好。走。待会儿把链接发给你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今天我来，让我为你冲一杯咖啡，让你感受一下一杯完美的速溶咖啡是怎么冲出来的。第一步，把咖啡袋撕开，然后啊，不要倒进去太多。我们这个大小的杯子啊，我们倒个70%就好了。然后，温度在83度左右的水，哎，刚刚好。将它融化，拿起搅棒，均匀的左右搅拌几下。一杯完美的速溶咖啡就这样冲好了。尝尝。怎么样？不错，的确是速溶咖啡。手冲的今天用完了，我只能拿这个给你讲解。但是虽说是速溶咖啡，但是里面满满都是我对你的感激。今天非常感谢你。不用谢啊，我只是说出了我亲眼看到的事情而已。对嘛，你这个人啊，虽然脾气很差，性格不好，但是你为人非常的正直，这就让我特别的佩服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夸奖。所以，我心里暗自下决心，从今以后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上升到友谊的阶段了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。互相信任的朋友多难得呀，太难得了。所以呢？所以有些事我们两个知道就好了，就不用告诉其他人了。没问题。不过，你如果去做救援，或者是做一些伤害到人身安全的事情，我还是要向侯总汇报。我觉得这个事儿吧，你要看情况而论。不能看情况，这是合约规定，我有责任有义务要向甲方汇报被保护人的重大动向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哪儿都好，但是人无完人，你怎么就没有同理心呢？我觉得做志愿者去参加救援是挺好的事儿，但我没见过像你这么不知道自己保护自己的。能说说为什么吗？不能说。多喝点咖啡吧，喝浓点儿。小豹，别紧张，别紧张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侯总。侯总您好，侯总您好，好久不见，小韩。好久不见，侯总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坐。不好意思啊，哎呀，侯总，咱们上一次见应该还是我在论坛上递名片给您，没想到您还记得我。我们侯总爱才，对你是过目不忘。哎呦呀，谢谢侯总，来喝茶。侯总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一次我的设计要和你们公司同台竞标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侯总的气量不在意这点事儿。小宝，你们那公司的充其量啊，也就是我们这种建设的一个部门。那个项目对于你们来说那是全部，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小 case。
侯总，我们公司每年像这种级别的项目啊，多的都做不完，所以啊，我们还希望你们公司有实力竞标呢。但是，这赢的概率呢，我就不用多说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明白明白。马总，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长江后浪推前浪嘛，我们要相信小韩的个人能力。万一他一个人就打败我整个公司呢？您要那么说，我绝对信。小韩，侯总太赏识你了。是，谢谢侯总，您真是太抬举我了。不过说真的，侯总，我对您啊，真的是仰慕已久啊。小韩啊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你态度那么诚恳，要不然你就到我公司的设计部来做一个副总监吧。薪酬和总监一样，只要你做成了一个项目，我立马提升你做总监，薪酬再给你翻1倍。怎么样？真的？小韩，侯总开金口了，今天就办入职。那我真是太荣幸了。可是我还得代表我现在的这个公司去参加海上8号的竞标啊。哦，我差点忘了这个事儿。哼。那就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咱们今天见面就是聊聊天、喝喝茶，哎，好，认识认识。马总，哎，打个电话。哎，坐。哎，坐。马总，侯总他该不会是生气了吧？你说呢？你太让人失望了，太不懂事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多少人托了关系啊，就为了见我们侯总一面。我们侯总今天百忙之中抽空来见你，刚才许给你高薪高职，你呢还犹豫不决，我不清楚你在想什么。我告诉你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是啊，马总，您说的我都明白，我也特别感谢侯总赏识我。可是我这个计划我都做完了，我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，说不做就不做了吧？那你考虑一下，人和方案一块过来。我呢，去给侯总好好提一下，让你代表智荣建设去投标。这样一来，你的心血没有白费吧？哦，这样啊。小宝，其实呢，这个社会不缺人才，缺的是机遇。我们现在给你一个更大的平台，去展现你的才华。你要是没有这个理想和抱负的话，不勉强啊。没事儿，咱们来日方长。等等。我去，我这就去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。这公司可真是不错啊，够气派，我喜欢。这儿不方便，我们去那边说吧。走，好。妈，喝点水。好。你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万一我出去了呢？出
出去就出去呗，反正我顺路。哎，你跟你那个客户处的怎么样啊？还行，挺好的。他多大岁数了？你问这干嘛呀？性格怎么样啊？呀妈，谁呀？这是？这是我妈，这就是我客户侯爵。哦，阿姨，阿姨好。啊，您好，您好。真年轻，阿姨。谢谢夸奖。哦，我跟我妈聊两句，有事随时叫我。啊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阿姨，你坐啊。啊，好，你去忙吧。坐。哎，坐。这孩子真不错啊。你们俩是以前就认识啊，还是来给他当保镖才认识的？以前算认识吧。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放心吧，我没事儿，我现在挺好的，工作也挺好的。就是太瘦了，有吗？十一姐，这个是侯总给小侯总的方案修改意见，我正要给他拿过去，辛苦您带给他。好，辛苦。侯总给你的文件。你妈呢？走了。我走这么快，我还想请她吃巧克力呢。你对我妈还挺好。你对我强多了。你要长得像你妈那么好看，我也请你吃巧克力。别人都说我跟我妈长得挺像的。开玩笑吧，一点都不像。应该是你爸拉低了你这个颜值的平均分。看你爸当年追你妈没耍下功夫吧？他们离婚了，都离了17年。是吗？不过我爸一直惦记我妈想复婚，我妈不同意，现在俩人都单着呢。你爸倒够长情的，这么多年还惦记呢。哎，你妈，我总觉得说不上哪儿长得跟我妈有点像。那只能说明你跟你妈长得也不太像。谢谢。又把我巧克力顺走了。哎，快点儿，小张！哎呀，你们几个，小李都快点，快点过来。你站在台下干什么？上来。啊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设计部新来的副总监包小涵，也是侯总特别赏识的青年设计师。大家表示一下热烈欢迎嘛！啊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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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大家，以后呢还请多多关照。啊，那都听到了，工作去吧。你看到的，他们在这儿啊，是这个设计部的内部。小韩啊，我们这边走。这是我的办公室啊，这就是你的工作岗位了，挺好的。哎呀，希望你能在这儿大展宏图啊！待会儿啊，后勤部门就会把办公用具都给你配上的。好，行行行，谢谢马总啊。小韩啊，那咱们明天就竞标现场见，加油，加油！有任何需要找我。好的，马总。喝杯水。这新来这设计师叫什么？包什么？包小涵。做的真不错。
要么说这姜还是得老的辣啊！我爸是2天时间就找这么一设计师回来。难得听你夸人。我宣布，海城8号项目由智荣建设中标。智荣建设的实力非同一般呐。张总过奖了，竞标对于我们智荣建设来说，只是一个刚刚开始而已。接下来能够参与到海城事业当中，才是我们最大的愿望。张总，我相信咱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。一定会的，谢谢。请留步吧，张总。好，侯总慢走。今天的成功啊，得谢谢我们的头号功臣小韩呢。哎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侯总过奖了，还多谢您的提携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啊。对了，马总，马上准备庆功宴。我都已经提前准备了，这都在您意料之中啊。哎呦嘿，你还敷面膜呢？我要喝水吃饭上厕所呢。我以为你是那种脸都干裂皮了也不涂化妆品的女汉子呢。什么事儿？明天那场合，别穿得太差啊，穿好看点，大家都穿正装，你这也不能太差，是不是？干嘛？你干嘛？有操人了？对啊。让你男朋友帮你选一选，明天不要穿得太像一个保镖，好吗？别给我丢人。那可能会让你失望。我们参加这种场合，一般都比较没有存在感。你尽量好不好？尽量有一点审美，啊，让自己光鲜亮丽一点。你要实在做不到的话，那我就穿丑一点配合你。那就麻烦你了。烦人。早啊。早。哎，小飞，今天公司是不是放假呀？没人通知我呀？没有啊。那没有，这人都去哪儿了？去参加签约酒会去了。酒会？不对呀，这酒会11点，现在才9点半呀。你没有接到通知吗？你们设计部今天上午可以不用来上班，直接去酒会就可以了。没人通知我呀，谁负责通知的？是我啊，我是按照酒会名单群发的邮件。你看。不对呀，这上面怎么没我名字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好，谢谢啊。二位请进。找我，何总，王小涵呢？怎么没叫他来？这为什么要来啊？他不来，我们庆什么功啊？没有我的公司，他再好的设计方案也是废纸一张。
他才是这次竞标成功的头号功臣，这话是您说的吧？是，这话我确实说过。昨天已经小范围的肯定过他了，对不对？他得到的已经够多了，难道他的功劳能够大过公司吗？你不要忘了，他原来只是在一家小公司里头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设计师而已，是我发现了他，我给了他这个更大的平台，就这，就够他感激我一辈子了。我们竞标，图纸用的人家的，设计用的人家的，竞标成功了，啊，开庆功会，整个设计部都来了，就单独不叫他，他怎么想？哎呀，侯爵呀，你明白吗？包小涵就像是《三国演义》里头的吕布一样，这种人只能用，但是不得不防。他现在临阵跳槽到我这儿来，今后也会跳槽到别人那儿去。这样的人就是唯利是图，是喂不饱的。再说了，你是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？我不知道。我是希望你来牵头这个项目，这点你看不出来吗？怎么了？不想继承家业呀？啊？我牵头没问题，继承家业我也想，但是我不想踩着别人往上爬，这我心里过不去。那你就得学着让自己过去，不踩在别人头顶上，人怎么可能出人头地？啊？下面垫底的人越多，你才能站得更高，这是成功的法则。傻儿子，你今后学的东西还多着呢。你的仁慈只有你自己当成宝来呵护，但对他们来说一文不值。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如果叫你踩着别人往上爬，你愿意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爸让我踩着，不说了，丢人。小明，谢谢谢谢，以后多关照。这次项目我看了可以啊，拜拜。啊，回头再聊。这次这个项目还不错，还行吧。生意不好。看什么？有事吗？我看你穿成这样，我难受。你看看人家小女孩，一个个花枝招展，干杯！穿着连衣裙儿，这烫着大波浪，你看看你，什么也不敢穿，每天站在那儿像个隐形人似的。我这是工作需要，隐形不挺好吗？一会儿多吃点也没人发现。你还吃东西呢？哎，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靠这个光合作用活着的，没想到还挺能吃。你想多了。哎，侯爵，你妈让你过去一下。干嘛呀？不去不去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那么多人在里边，你给他个面子，哥求你了啊！哥求你了啊！走吧。啊。哎，十一啊，别跟得太紧了，眨眼，安全就行啊。咱们仨一块儿喝。好，哎 ，OK， 来，侯爵，来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远方集团的总裁魏总，这是我的儿子侯爵。魏总你好。小侯果然一表人才啊！谢谢魏总啊，又是美国名校毕业的，太棒了。魏总啊，您的儿子才是让人羡慕呀！现在都已经能撑起你事业的半边天了，真是羡慕死我了。我呀，我就没这个命了。两公子都帅啊，都厉害啊！魏总，我接个电话去啊，你们聊。
喊一点快啊！啊，辛苦啊！哎，马总，哎，上次是，哎呀，是啊，一人一起吃饭。来，干杯，合作多联系啊！王总，您等会儿，我们待会儿聊好不好？一天好。给谁发微信了？哎，你这么忙，叫我出来干嘛呀？这是保护眼睛的，特别好，我给你买了呀，都没时间给你，这不就抽空了吗？你呀，每天要盯着电脑看那么长时间做账，一定要记得吃，知道吗？谢谢。唉，要是不这么偷偷摸摸的，能公开在一起多好呀！那我俩就必须得走一个。侯志荣不允许办公室恋情，你是知道的。我可以走啊。你怎么能走呢？我不允许啊！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得帮着我出了这口恶气啊！我告诉你句实话，我有时候真的想把公司交给马勇，但是他是外人，外人会有外心的，我们不得不防，明白吗？现在这公司里啊，我谁都不信，除了你。我不是听你的了，黑了侯爵的电脑了吗？我看也没造成多大的影响啊。别着急啊，这一巴掌打在儿子脸上，那一定会疼在老子的心里。这只是个开始。什么？您好，请出示下请柬。这里好大呀！您好，你好，请出示下请柬。2份。好，请进。小点声，保持微笑，保持微笑啊！干什么呢？你看这么多人，谁吃了呀？这就是摆设啊，丢人！哎，你看到在沙发上躺的那男的了吗？怎么了？在这种环境下还能这么悠然自得的睡觉，还没有人打扰他，睡得还这么霸气，一看就不是一般人。有道理啊。十一，手机没电了，给我拿充电器。啊，等一下。等会儿啊，我去给你探个路。好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问一下，在沙发上躺着那位先生是谁呀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啊，就是随便问问，打听打听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这位先生。哎，那个在沙发上躺着那位先生是谁呀？哦，那好像是小侯总。小侯总。是。哦，好，谢谢啊，你进房吧。没事。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又偷吃，中头奖了。谁？小侯总。小侯总是谁？你来参加谁的宴会，你不知道吗？智荣建设的小侯总。懂了。哎呀，你别提了，我真的太讨厌这种场合了。你知道，明明刚认识，然后就亲热的跟从小看你长大似的，虚伪。哎呀，痛死了！就是 Mary 带我来的呀。她说我要当演员，
一定要拓展自己的人脉什么的。啊，可是我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太无聊了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挺无聊的哈。啊，你听见了？我也挺无聊的，不喜欢这种场合。是吗？是啊。那我们是同道中人啊。我听你说你是明星。怎么可能？我就是一个刚出道的新人。你可别问我拍过什么，我什么都没拍过。没事，咱们好好努力。我看你这张脸特别有明星相，以后肯定能成功。真的呀？你人真好。那你是？啊，我也刚出道。我是设计师啊。你别问我设计过什么，什么都没设计过。啊，你太逗了，你还学我。难得能在这样的场合有个人可以跟我一起吐槽，要不我们加个微信？啊，好呀。让我扫一扫你。好。碌碌无为。对，我的微博也是这个名字，你可以搜一下。我看看啊。哎，你说你什么都没拍过，你怎么这么多粉丝啊？买的呗。啊？你倒够诚实的哈。就是买的，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小姐妹，她帮我弄的。还有里面那些照片都是骗人的，你千万别信。我呢，就是有机会去了一些高级的餐厅，我就会这儿拍一点儿，那儿拍一点儿，然后就分很多天发。别人就会以为我天天在不同的餐厅吃不同的好吃的。还有，还有衣服，我这不方便。标签还在呢，一会儿酒会结束我就拿去退了。那你搞这么麻烦干嘛呢？为了想当一个好演员呗。我一没有平台，二也没有什么高的学历，我就只能努力的包装好自己，然后抓住每个机会。你倒是挺励志的啊，不容易。哎，小侯总，哎，魏总，哎，我先回去了，改天去公司找我。那不送你了？哎，不用送，不用送。原来你是小侯总啊！哦，那看来不是一个阶层的了。我可不想被别人误会巴结什么有钱人。不聊了，我走了。这哪儿跟哪儿，什么阶层不阶层的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爷爷以前也是种地的，我们一家人盖一床被子，这到了冬天特别难熬。不是，你家能有我家穷吗？你还跟我比穷是吧？要不哪天约出来，咱俩比比到底谁穷？好啊。行吧？好。不聊了，走了。哎。热死我了！我刚刚不敢吃，我怕裙子崩了。少吃点吧你，吃那么多了还吃。哎，对了，刚才他旁边那女的是谁啊？哪？哦，不知道啊，他没介绍啊，不是助理就是秘书呗。完了，我头一回我跟他问的侯爵。哦，对啊，那这戏不白演了？不能够，想个辙的把他这件事儿给扯过去啊！你放心啊，他要是敢站出来挡道，跟我马丽姐抢人，我人挡杀人，人挡杀人。张官长，哎，他给我点了好多赞啊！哎呦喂，现在就关注你了，肯定有戏。那我要互相关注。你知道吗？他跟我之前见的所有男人都不一样。以前哪有人会看我的微博啊？哎，你看，他的微博介绍是天使救援队队员。
好有爱啊！原来他是超级暖男啊！侯总，早，早。小韩啊，哎，昨天那个酒会啊，真的是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就是个应酬，走走形式，特别的无聊。所以呢，我就叫了公司那几个能喝酒的去挡了一会儿。我想啊，你本身是个搞技术的，而且我听他们说你不太能喝酒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所以嘛，幸亏我没让你去，我就是怕你去那儿以后太无聊了。再加上啊，这回这个竞标方案完了以后啊，你又特别辛苦，干脆就让你多休息休息。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哎呦，侯总，我没往心里去，您想多了。您说的对，我这又不能喝酒，我去了还挺尴尬，还是您考虑的周到。那就好。到了，哎，走，哎，您先请。好好干啊！哎。故事发生的一天，我来到你的身边，一步一步走进你的世界。你说你要去外星，我愿意陪你，重新筑起那爱的天地。从一片荒芜，爱到浪漫满目，我要一直做你胸前的护身符。你的微笑汇成了太阳，你的呼吸聚成了月亮，双眸似星星，发尾如风。不管外面风霜雨大，我永远是你的家。我做你的太阳，你是我的月亮。哦，哎呀，老板唱的好啊！好棒！你这个唱的啥子唱的这么好？最近呢，有些东西啊，拨动了我的心弦，有感而发，创作了一首歌。你牛！好棒，好棒！哎，那老板，这首歌那个灵感来源于什么呀？爱情。爱情。一个男孩子对一个女孩子，想永远的保护她，就像一颗太阳照耀一颗月亮，浪漫吧？浪漫。浪不浪漫我倒是不知道，但是我就是知道，如果我喜欢一个人的话，我就给他吃很多好吃的。哦，对了，老板，你还没吃饭吧？赶紧一起吃吧。啊，我今儿不在这吃了。我今儿帅吗？帅。出发了。哎，不是，老板，你去哪儿啊？吃着呢。那个侯总，你坐。包总，别，小总，你别叫我包总，我这哪使的呀？你叫我小韩就行了。不是你总侯总的叫我叫小韩不合适吧？合适。要不然你叫我小侯，我叫你小韩，怎么样？那个小侯总，你真是平易近人啊！平易近人。哎，我还第一次听人这么说过，那词儿我还真就不太喜欢。啊？那没事，你先吃啊，你先吃，我那边吃去。哦，你吃点吧。哎，小伙子慢走啊。哎呀，这哥们儿。我有那么吓人吗？我一共讲了3句话，
下掉2块肉。他不是怕你，是不是怕我？但是我本来想说海城8号那个项目，我退出让他领头干的。但是他这个状态吧，实在是不合适，没有一个带头的样儿。要么说我爸看人还挺准的。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啊，我找一下钱小燕。你跟钱教练有预约吗？没有。哦，亲属，亲属。好，您等一下啊。哎。哎呀，这管理够严格的呀。干嘛呢？没吃饭吗？抬高！左动，左后。调整下体姿势，注意自我保护。好，不错啊。准备腿，重拳先用肌腹肌刚背腿。保护，左后。把手抬高，把手抬高。手抬高，没吃饭吗？哎，你好。谁？钱小燕，教官。你好，你找我？你穿迷彩服真帅。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。哎，你还记得我，太好了，我以为你不记得了呢。那个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到我店里吃饭的，因为我觉得发微信有点太草率了，所以当面郑重一点。好。啊，你这就答应了？不然呢？不是，我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答应了，因为说实话，我长这么大，这还是第一次约女孩子吃饭，所以就多少有点紧张。我以为你拒绝了，但这挺好的。那个，本来我想啊，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，我就看人家那里面演的，就天天来这等你，直到你答应了。第一次约女生是不是应该问一下她想吃什么呀？对。所以你看我没经验嘛，没经验。你想吃什么？花鸥西餐厅6点，我还有课，餐厅见。好的。还有事儿吗？啊，没事。6点见。再见。亲爱的，如你所说，那个叫海星的来公司找我了，说要请我吃饭，我准备来个一剑封喉。我有初恋了，可能我有初恋了。我天！先生，这个波士顿龙虾呢是我们店的特色，今天做特惠，1份只要499元，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？对，那个波士顿呢，我们经常生活在那边啊，今天就不点了，好吧？因为吃腻了。
走，我们就干脆按我说。来了，谢谢。大白天点白蜡烛，你这是要纪念谁啊？纪念我们俩美好的一天啊！服务员，我们这……哎，我们来了！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2个闺蜜，小红和圆圆。这位呢，就是今天请吃饭的帅哥，海星。哎，好像没有想请我们吃饭啊，才2个餐具。没，加餐具。哦，没看见人来了吗？好的。不好意思，红红是吧？啊，小圆，海星啊，我是海星，海阔星空的海，日月星辰的星。你们想吃点什么？哎，你们吃了吗？谁吃了还来饭店呀？我呀是刚训练完，我那些队员们都饿得嗷嗷叫。本来呢是想把我些队员也一块叫来，后来这不是为了给你省钱吗？就把我2个闺蜜给你叫来了。好。我刚才点了一些东西了，你看你们还不要加点什么东西？就等你这句话。服务员，哎，刚刚这位先生都点了些啥呀？其实我觉得1份凯撒沙拉，2份意大利肉酱面啊，就没了。就这点儿，这哪够呀？再加个波士顿龙虾。我要吃鲍鱼。我就说你俩够了解我，都是我爱吃的。加。好的。哎，你不再加点什么呢？其实中午吃了很多，然后晚上我就少吃一点，就不吃了，看你们吃就好了。啊。哎，别说啊，这家菜还真挺好吃的。甜甜怎么找到这家店的？网上搜的呀。我一直惦记着，想着说谁请客的时候来搓一顿，这不，有人撞枪口上了。海星，你可真幸运，该改名叫幸运星。哎，别光吃，换一个吧。干一个，干一个，开心。开心。来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好吃。先吃这个。好嘞。我去加点水啊。你们吃。给，这不你点到这个我喜欢吃这个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太好吃了。太好吃了。我这拍个照。干嘛呀？哎呀，干啥？哎，能不能不说八卦呀？这不说。美女，咱们这桌大概多少钱？稍等，我先帮你去看一下。哎，好，辛苦啊。哇，这个肉真的好多。哎，你好，一共是1888元。咱们啥时候还能吃？挺好了。那个，其实我也是搞餐饮的，咱是一家人，我觉得吧，应该打一折。你看，1500行不行？啊，不用了，那位女士刚刚已经付过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使劲吃，这些东西打包就没法吃了，知道吗？不打包，不打包，是就在这吃。我明天胖10斤我也愿意。那你给我夹上那个，张文宇，多吃点水果，多吃。哎，太好吃了，好吃吧？比我妈做的好吃。你这个太不好了，你出来吃饭都该男士请客的，这样下次吧，下次我请。行了，你就别客气了。你要真有诚意啊，等回头把我们队员都叫来啊，你再请客。不是钱钱，我觉得就我们2个吃饭不也挺好的吗？非让我把话说得这么清楚吗？你别，你别说，我特别明白。
你现在对我没有感觉那很正常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两个人这事啊，只要有一个有感觉，这事就成一半了。你逻辑性挺强啊。我觉得一半都说少了，你不可能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吧？不然你怎么请我吃饭呢？你觉不觉得咱俩脑回路完全不一样？所以很互补啊，你不觉得很难得吗？再见。明天见，好吧？慢点开啊。那个安全带系好。然后你们哎。本来呢，我是不想直接说的，可是我发现啊，你不跟他直接说，他根本就听不明白。这样也好，让他呀知道我们俩之间是不可能的。你确定你说清楚了？说清楚了呀。那就好，免得大家都尴尬。啊？那你比我厉害多了，对吧？我都没被人花过钱。那还说什么了？人家一出手小2000，哎，你说一个女孩给男孩花钱，那说明什么？对吧？还带她姐妹来。你这么说，成了呀？这事儿我觉得差不多，但就是跟我现在还是有点矜持，但我能理解，人家情感节目里说了，女孩矜持，男人就要坚持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儿你就祝福我吧。行，晚安，祝你幸福。牛，呸！哎，海星跟芊芊有戏啊？海星打电话说半天，说芊芊对他有意思，他俩应该能成。不是这样啊，你帮我跟他说，海星理解是错的。我先挂了，不说了。你听见了？这太不好意思了。海星说了，说他啊，芊芊一直想给他一种这个知难而退的感觉，但是海星了解这套路啊，越挫越勇，现在是。海星是不是误会了？这太别甭怀疑了。海城8号这个项目我们总算是拿下来了，接下来将是一场硬仗。侯爵，执行方案由你来牵头。行啊，我觉得我还是跟那个包小涵我俩一起，我们两个吧还能取长补短啊。哎呦，那小总，谢谢你看得起我啊，但是这个我真做不了。有什么做不了的？你不是做过吗？我以前做的都是小项目，就特别小那种。这也没多大呀。不，但咱们智荣建设要求高啊。这好了，任务来了都往后躲，像什么话呀？啊！既然包小涵他不愿意做，你就自己做。下周一拿出实施方案，这也是你向全公司证明自己最好的机会。散会。糊了！不是这他妈怎么了？怎么还越打手越臭呢？翻不过来了还？那啥，要不今天咱们这样吧？啊，反正我哥是不是也没钱了？啥意思啊？你哥能没钱吗？不是这意思。怕你哥不给钱是吧？不，放心啊，你哥有提款机，知道吗？提款机搁哪儿呢？搁哪儿呢？啊，能告诉你啊。嗨，来，浩哥就没欠过咱们钱。来。什么时候行动啊？没有行动了。什么情况？等会儿我打个电话。哎，表哥，你别介，我这后边还等着那5万块钱呢。人现在请了个私人保镖，所以咱们在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，知道吗？后面的计划取消了。还有谁是你表哥啊？啊，别跟我套近乎。
没出5伏都是亲的，表哥。这现在物价太高了，我这5万块钱还没听见响呢就没了，还欠了一屁股饥荒。要不先把那5万块钱借我花花呗？这才几点啊？开始做梦了吧你？5万块钱给你不少了。做人呢，最主要是识趣。还有啊，没事别给我打电话。不是你玩我呢？哎，快点啊，把这货装这车上，一会儿把这些送到 A 区，啊，都看着点啊。然后这面的货，小张你去送那个 B 区啊。哎，好。谁呀？张姐，你忙吗？我去开。啊，行。你好，你的快递，谢谢啊。小侯总，这是你的吧？什么东西啊？有你快递。我快递？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。啊，是我买的拖鞋，应该。哎，张姐。哎，我给你买的那个新拖鞋到了。啊，是吗？我来开啊。什么时候买的？一个能保健、瘦腿、按摩的拖鞋。忽悠我什么瘦腿？这真是真孝顺，还知道给我买拖鞋，真不会买呀！小心手，没事儿。看看。哎呀啊！天哪！我天哪！这谁弄的那么缺德的事儿啊？怎么放了一只死耗子在里面呢？天哪！是不是我下错单了啊？张姐，没事啊，不怕，坐好。没事，哎呦，你这得罪谁了？你真是！味儿，赶紧扔门外去，快啊！哎呀，张姐，快擦。哎呀，这赶紧拿出去，味儿太大了。哎呦，怎么还有你的照片呢？你拍什么呢？啊？看一下这个地址，到时候查一下。这恶心死了！哎呦天！要不要喝点水啊？没事。喝啥水？哎呀，太臭了！你好。哎，二位找谁啊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快递的发件人，我在官网上没有查到。这包裹单是假的。什么假的？这里哪有假的？这包裹单上啊有我们公司名称不假，但这条码不对，我扫不出来啊。你们有所不知啊，现在这网上都有卖这个假快递单的。现在这人呐，净东西这些歪脑筋，有这功夫干点啥不成啊？哎，麻烦你看一下，这个快递员是不是你们公司的？柱子，过来。你们看是他吧？这小区归你管，这个包裹你送的？我想起来了，这包裹是我送的，但当时扫码签收的时候怎么也扫不出来，包裹号也不对，我当时就纳闷了，这包裹哪来的？会不会有人趁你不注意放在你车上的？我也这么想的，可能是有人想省钱，不想交快递费吧，就当好人好事了嘛，我就送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忙去吧，柱子。那个实在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，你看有什么我能帮助你们的吗？没有了，谢谢。有需要我再联系你。啊，走吧。这次真是出了一口恶气，这孙子还以为我真不敢惹他，他身边带个保镖，我傻呀？好汉还不是眼前亏呢，对吧？浩哥，咱们能泡他吗？我这是怕他呀。说的那话，浩哥怕过谁呀？浩哥，干他鼻青脸肿，拍照片给他老子发过去，让他老子出血。对，弄他。我刘铁浩因为这事怕过谁呀？啊，不能有啊！干他！干他！来，浩哥牛！
就这件衣服特别好看，我给你选的这，哎，我前2天就看着特别漂亮，就这个你看，哎，这个我给你选的漂亮吧？是啊，你穿上肯定好看。不是我，你看我给我自己也选了一件，你穿好看。老板，这衣服还打折吗？打昨天做活动打4折，还打4折？你看我那天看的是打5折，现在打4折，还便宜了。哎，真好，更便宜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好不好看？太好看了，张姐眼睛就是是不是？这就是你的衣服，我跟你说，太符合你气质了。你快把这不是，没事，我看看，你去试试我看看。好看吗？好看，来我来拿。没事没事，我拿又不沉。我那天看着他打5折，今天打4折，多好，是不是？谢谢张姐。嗨，没事儿，就知道你喜欢。有人偷拍你。啊？拍谁？拍我啊？哪儿啊？我看错了，拍我干嘛？没错，就是上次撞你车那个人。谁？哪有人呢？在哪儿了？就是他。别让他拍了，走。怎么啦？哎呦，又是你啊！谁呀？谁没完了？没完没了的，怎么？你谁啊？这没事。你干嘛？拿我看看，别动手啊！干什么你？还嘛呢？大姐？谁让你拍的啊？别动手，听了吗？你再动一试试。动手啊！呵，松开！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啊！打人是吧？人多欺负人少是吧？媳妇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我拍你吗？我现在就拍，我让社会舆论淹死你们！你还拍？我拍！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拍了。你管得着我吗？你警察呀！我拍，哎，我横着拍，竖着拍，打我，来，照脸打，打我。你发这些照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事儿结束了，没这事儿了，我告诉你了。日子不好过，缺钱呐。之前都是我帮着你，现在该你帮帮我了。虽然你不把我当弟弟，但是我把你当哥哥呀，大表哥。姐，把侯杰手机号给我，我会为那小子，让他挂点彩。照片我会发给你，你交给他老子。办事儿你放心，现在就缺手机号了，怎么做你懂的啊！哎呦，你说咱俩这关系，要让他爸知道了，是对我不利呢，还是对你不利呢？这人谁呀？他干什么的呀？真是。甭理他。小子，带一娘们不够，还带俩娘们罩着你，是吧？再年轻几岁，有种单挑，踹死他！单挑就单挑。明天上午11点，王民路废弃老楼，不见不散。不就是孙子？哎，11，侯总让你上班后到他办公室一趟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赶紧去吧，搞不好昨天上省的事儿，啊。11姐，侯总等你呢。王巧儿，
麻烦你帮我看着一下小侯总，如果他出去的话，马上告诉我。好的，没问题，谢谢。环境不错。你们是谁老板？两位帅哥怎么了？吃饭还是住店啊？住店。得嘞。老王，哎，来了。带2位客人上楼看看店啊，再看看房。啊，他们2位是吧？对对。啊，行，你们2位跟我上楼去看看房间吧。走。哎，中午可以在这吃饭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怎么了，侯大公子？还行啊，把你车开到公司后门，5分钟以内啊。你又怎么了？别那么多废话，给我拿套衣服，宽松的。好。师爷，我们收到了刘铁浩发过来的照片，你怎么看？从昨天的情况来看，刘铁浩暂时没有要伤害侯爵的想法，他只不过是想让您担心，达到他讹诈的目的。钱的方面，我认为不能给，也不应该给。保护侯爵是我的工作，您放心，我以前遇到的情况比这还危险。师爷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只要把这件事情给我解决了就行了，啊。我明白。马总，你手上那些短信记录还有通话录音，暂时还不能够形成报警的证据。但是要留好，一旦可以形成证据，我们会让他得到应得的惩罚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会的。师爷，辛苦你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小侯总。啊，哎，李柱啊，老五，你找我？啊，不是，我找大鹏。哦，摩托车不错啊，是。有事吗？说。那什么，有事吗？说呀。哎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想找大鹏好好谈谈。啊？一楠在外面听到了很多关于石毅的风言风语。你就算是真的分手了，大鹏也不能在外面说石毅的坏话，你说是吧？对，好合好散嘛。年轻人哪有不犯错误的？对。哎，老五啊，这样，我见着大鹏啊，跟他好好说一说。啊，好，回见啊。回见。啊，慢点啊。好嘞。快说啊！合二为一。衣冠楚楚。楚楚动人不？楚楚可爱。没用，爱莫能助。
祝你平安。又来这招，洗碗去吧你。行。来了，我去开门啊。您找这位是大鹏。哎，大鹏，叔叔啊，你们吃饭啊？那我改天再来。11爸爸，叔叔，既然您都来了，进来坐吧。对，那就进来坐吧。您坐，叔。去，给叔叔倒杯水。水不在这儿吗？叔叔，您喝水。叔，我是大鹏女朋友雪梅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我跟大鹏好挺长时间了，他什么事儿都不瞒我的。挺长时间了。叔，您吃饭了吗？你在怕什么呀？叔叔，我知道您今天过来想说什么，我也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。但这个事儿吧，我希望您能换位思考，站在我跟大鹏的角度来看啊。可能从您的女儿嘴里说出来，我是个第三者，但是现在我告诉您，我不是。我跟大鹏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分手了。已经分手了。而且据我所知，他们真正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你女儿太忙，没时间陪她。她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欣赏她、陪伴她的人，我就是那个人。我欣赏她的才华，也是因为我的鼎力推荐，她的作品才被更多人看见。叔叔，您现在还觉得我是个第三者吗？大鹏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说话呀！你先别说话。大鹏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到处跟人说，是11变心有外遇的？叔叔，我没有，不是我跟他们说的。那别人呢？现在可不止李处一个人这么说。叔叔，我发誓，真的不是我说的。那太好，你马上给他们打电话，告诉他们他听错了，有外遇变心的是你。叔叔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有。朱大鹏，我今天来，本来是要跟你道歉的，希望你能不跟11计较。可没想到，你不仅出轨了，还背后这么说11，你太卑鄙了！你要诬陷我的女儿，我绝不答应。叔叔，我跟11已经分手了，我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那么不请自来，跑到我家里边命令我做这个做那个，对我女朋友大呼小叫，您觉得合适吗？还有，我凭什么要去跟他们解释啊？叔叔，请您离开吧。我相信大鹏。这两个混蛋的东西！吴天一，我叫你一声叔叔是给11面子。你那么为老不尊，还差点上了失信人员名单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教育我们？真逗！他欠债不还啊？不是，我没有赖账，只是钱没有还完。我好了，您这样的父亲能教育出什么样的女儿？早就跟你说了，跟这种人保持距离。叔叔，我再一次的请您离开，赶紧走啊！不然的话，我打电话叫警察了。这对狗男女！还演上啊！叔叔，门在这儿，您别演了，行吗？吴天一，叔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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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，打120！啊！叔叔，叔叔，叔叔。
请爷保佑我，保佑！让上！来，让开！哎，还愣着干嘛呀？家属快上车呀！我们不是家属啊。你们不是家属？但是我可以给你家属的联系方式。来，快！喂，你好。请问你是5天1的家属吗？对，我是。啊，他心脏病突然发作，现在正在抢救啊。什么？哎呀，目前的状况需要立即手术，希望您尽快赶到。是这样的，我现在有事赶不回去，什么时候回去我还不确定。医生，拜托你先治好我爸好吗？我会给领导打电话，他会派人过去的。啊，行吧，那你尽快啊。好，谢谢啊，拜托了。希望他爸真的没事儿，不然咱俩可说不清楚了。那可不嘛！你要刚才不说话就好了，拦也拦不住。你说我还没说你呢。你不是说咱俩好的时候你们已经分手了吗？啊？那你还在外面那么说11？我没有。希望叔叔没什么大事儿。哎，但愿他没什么大事儿吧。要11找回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我都后悔跟他嚷嚷，我没想到那么受不了刺激。那你刚刚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？啊？那不得了！要不是你说的这些实话，怎么把他的气势给压下去？那看他那个样子，还不得跟咱俩死磕到底啊？爷爷在这儿呢。来，你下来了。甘露好喝吗？下来。你上来呀！我等你半天了。你快等着啊！你他妈还挺横，给你水喝还不愿意了是吧？来，快点跑，快点！
你挺厉害呀！来，冲着我的摄像头笑一个来，来给我还个手，我看看。来，叫爷爷，快点。刘铁报信。完事啊！你又来了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打女人，是不是不记得？你干嘛呀？你来呀，是不是？没事吧？行了，别打了。警察怎么来了？我报的警。喂，喂，芊芊，我爸怎么样？叔叔是急性心梗发作，刚刚做完手术，没有任何危险，放心吧。赵总安排了单间，还有专人照顾。谢谢，我马上过去。好，挂了啊。上哪儿去啊？我现在不知道把你放在哪儿才安全，所以拜托你陪我去趟医院。我不去医院，我没事。我有事儿。我爸刚在医院抢救完。你爸什么时候去医院的？去找你的路上。你爸都去抢救了，你不去看你爸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我先到医院，我现在就得去太平间找你了。我得先完成工作。行，跟你开吧。叔叔，你醒了？我这是。您在医院呢，刚刚做了个小手术。我怎么？您突发心梗，做了支架，不过您放心，都没事了。啊，想起来了，都想起来了。你是？啊，我是11的同事，我叫钱小燕。11正往这边赶呢，一会儿就到了。爸11，爸，你怎么样了啊？没事。还有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吧，大夫说休息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是不是挺难受的？我爸怎么就突然犯病了？你先躺一会儿啊。急救医生说打120的人叫朱大宝。我查了一下急救地点，就是朱大宝他们家。我爸去那儿干嘛呀？